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 KK 园区在缅甸这边的园区的地狱景象正式的曝光。等一下带观众朋友赶快来看到，想要活着走出去，现在说得靠自己的运气了。尤其现在中缅联手要铲除 KK 园区，但是真的铲除不了吗？现在看起来是移动到了其他的园区，春风吹又生。另外来关心到的是，英美现在联手，还有新加坡要瓦解诚挚的诈骗帝国，真的做得到吗？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。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在 KK 园区这边，经过了缅甸政府军疯狂的轰炸之后，园区看似已经被夷平了，但是上千人当时不断的逃命，甚至渡河要逃到泰国去，有人就被洪流冲走了，但是有人活着上岸。上岸的人跟这个记者们描述了一下在园区的一个惨况。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位是李先生，他说他当初因为有受到一些诱因，说1个月月薪8000块，而且不限学历的广告吸引，于是他就是踏入了这个园区里面去。那他当时是做的是欧美盘，他说一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，睁开眼睛都在工作，但是如果达不到业绩，就会立刻被痛打一顿，甚至打到残废都有可能。如果你的业绩最后是无法达标的话，你可能就会被打死，丢进山中，或者是被卖器官。割器官卖到其他的地方去哦。那么李先生他最后还是被救回来了，但是这样子的例子非常的少。救援队就描述了，他说有很多的幸存者，他们幸存下来之后会跟他们描述说，这些诈骗园区他们的经纬度在哪里，可以去救剩下的这一些受害者。但是往往他们出动去救人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，因为他们也描述说，园区几乎是每天都在搬家的，就像打游击队一样，今天在山谷，明天又在另外一个山谷，或后天就消失了，在哪里都得碰碰运气。怎么看？很多逃出去的人，逃出园区的人都曝光园区内的真实的景象，为什么还是有人宁可被冒着可能会被诈骗的风险，还是要去？是钱真的太好赚吗？干哥怎么看？对，如果说你真的能够成为他们的干部，也就是说非常懂得话术，可以去诈骗别人的话，那你真的可以赚到。我跟你讲哦，他那个奖金是很可怕的哦。如果说你今天暂时被骗了，但是你到了那个园区之后，你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，你可以融入，就是说我现在开始用话术来骗投资人的话，我告诉你，1个月人民币2、3万是跑不掉的，可以这么多。然后就实打实，如果说你今天做了很好的业绩的话，你可以抽成一件可以抽12%到15%，这是诈骗集团他们谋生的条件。我在力之所趋的情况之下，即使他用非法的方式把你给骗到这个园区里面来，你会不会被那个文化所融入？因为力之所向嘛。但是有许多人他们做不到，而且他们对于他良心他过不去，所以他不想做，不想做就是毒打一番。除了电击之外，你可能还可以做水牢，有各种方法可以对付你。其实平均一天上工的时间是16个小时，也就是除了吃饭睡觉的话，你都要在键盘前面不断的打键盘，不断的打键盘，不然的话就是不断的打电话，不断的打电话。有各种各样的诈骗的形式，有来自全球20几个国家跟你一样的工作人员，他负责要骗他们自己国内的人。所以这一次缅甸的 KK 园区逃出了1500个，我们用猪仔来形容他们。猪仔就是被骗的一般可怜的老百姓，他们被骗进去之后，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。那缅甸军方这次终于这个发动了什么攻击行动，炸毁了很多 KK 园区的一些大楼跟设施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这些大楼跟设施里面已经没有人了，而且故意选在靠过泰国边境不到500公尺的地方做给你看。为什么？因为碎片会打到泰国的边境，打到人家泰国的电线杆上。代表说我们真的有在做事情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为什么诈骗从来没有少过？大家不要忘记，你在上海、你在广州、你在台北接到的诈骗电话都是从这边来的，因为他都是华人打给你的。以前用大陆口音骗不了台湾人，现在用台湾人的口音来直接骗台湾人。以前用台湾人骗大陆口音骗不来，现在用大陆口音来骗大陆人。魔高道高一尺，魔高是一丈的。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特别的人，叫陈志，今年才37岁，据说他并没有任何背景，但是他今天竟然有150亿美元的虚拟货币被美国政府给查扣了。据说他的游艇长达120尺，
大家要知道，游艇超过100尺哈，那个就已经是不得了的。超过120尺的游艇，价值大概6到10亿美金。他才37岁，他怎么会有这个能力？他后面到底有什么势力在支撑他？除了缅甸的政府军以及柬埔寨的这个，听说人还在金边啪啪走。美国、英国、荷兰都在通缉他。他掌握80%以上 KK 园区以及柬埔寨的诈骗事业，这个人已经变成诈骗之王了，抓不到他。所以缅甸政府，你不要做样子。我坦白讲一句。今天你跟克伦民族阵线要谈好的话，你们真的要对诈骗园区你要做给中国政府，让他们对你有信任，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的话，你应该是真的要去捣毁一些真的让国际所诟病的这些园区。但你们做得到吗？究竟军阀跟这些诈骗集团的利益纠葛之间是千丝万缕的，我觉得很难解决。今后。可能大家真的，一般的老百姓，不管你在对岸或者在台湾，都要自求多福。遇到诈骗电话的时候，一定要警觉起来，不要再成为那个无辜的受害人了。好，刚刚干哥帮我们特别提到37岁的陈志，补充一下，他是太子集团的创办人。那现在确实欧洲国家已经针对他的资产做冻结了，但是这样就能够摧毁这个诈骗帝国吗？等一下请聂老师来持续带我们看。我们持续来看到说，在这一次去打毁这个 KK 园区的重要的后盾，其实是来自于中国大陆，所以呢，缅甸军政府才可以这么的雷厉风行，出动大动作。那这一次，包括我们看画面上出动了无人机，还有这些机动的滑翔翼等新型武器，都是因为有大陆在背后做支援。那短短几天内，2000多人逃往泰国，但是现在又要问了，逃到其他国家去的这一些人，会不会又在成立这个诈骗园区？尤其是往辽国、往泰国、往金三角这边又在重申，难道这个毁灭的行动只是在作秀吗？做给大陆看而已，真的能够彻底摧毁诈骗集团吗？上志哥怎么看？这次轰炸，我们都知道，其实过去都在抓捕，轰炸非同小可啊。中国大陆什么角色呢？你觉得不需要北斗卫星吗？当然有啊。要知道，其实大家一般对于中国大陆在查缉跟跨国查诈骗，一般不太了解。我还是简单跟大家说，早前其实在发生诈骗，大概2010年前。大概中国大陆就有诈骗，一开始是福建安溪，包括湖北的娄底跟双峰是县，一些传出诈骗钱汇回来，所以一开始是地方公安在办这个事情，所以规模不大，但是后来真的越来越多，所以中国大陆开始重视，而且从地方开始上纲，大陆正式成立专案，地方中央开始是2015年，10年前就开始。系统性的做，从原来地方到公安，最后包括整个国务院外交部，包括整个他们所谓户政啊、银行，全部都有专门的对窗口来一起在打仗，而且甚至这个窗口不是在北京遥控，是最后派人员到云南或各地方在前线，因为你马上很多东西要协调，他们家乡在抓的，乃至于要跨国协调，所以最重要的是在2023年，最大关键2023年中国大陆通过了这个全新的叫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，全新的法，这个法是针对诈骗而来的，所以这里头为什么可以判处死刑？今年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呢，就在缅甸的名家这一整个家族诈骗全部抓起来，夯不啷当，5个人，包括大姐姐，那个老姐姐被判死刑，11个人无期徒刑，有一大堆20几个人，最高判了24年的有期徒刑，就是因为有这个法。所以现在，如果说你在台湾的人，你在判，你最后被送到大陆，就会依这个法被判重刑的原因在此。我要表达的部分，这次轰炸或所有查缉，大家不要觉得是局部的，中国大陆在局部跨国的合作已经长达10年了，只是说后面要真正到轰炸的手段，还是必须要由比如说当地政府、柬埔寨或缅甸来发动才可以。我觉得打诈这件事情，中国大陆已经有形成他们自己的一套的合作的做法，特别对东南亚这边部分也会给压力，后面应该会继续加大打诈的规模。好，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帮助，所以说这一次的行动看起来是非常的顺利的。但是刚刚讲了嘛，这个太子集团的陈志，他创办人，他其实是主要的这个主使者。那现在他的庞大帝国也摊在这个阳光之下，他受到英美的制裁哦。那么太子帝国的版图，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，横跨5洲，不管是从帛琉、香港、台北到伦敦、新加坡等等，除了拥有这
这些豪车、游艇、台北顶级豪宅、英美金融中心、伦敦办公大楼之外，还有刚刚干哥提到，美国它冻结它150亿美元的这个比特币的金额。过去太子每一天靠诈骗可以赚得3000万美元的现金，这一回这个遭到欧美冻结资产，就能够把这个诈骗帝国给摧毁吗？聂老师怎么看？那个思敏，我先讲一下 very sad story， 非常难过的事情。这不是2010年，后来才开始。2005年10月2号有一篇报道，《联合报》的主版写了一个大学教授母亲接2个电话往生，那个本人主角是聂建中。那当时他带英国伦敦的到 Edinburgh 回来的那一天8月13号飞机到伦敦8号回到台湾，打个电话，结果是妹妹接的，说你怎么还在？因为母亲2天前接到他的儿子电话说，我要被邓起啊，中啊，我说邓起要买什么东西，然后邓来以后，结果我的声音被揭露，就是我哈，所以12号呢，他要求他50万，我所有亲戚都接到，我妈抽不出来，最后 choke 住，然后到了台中立新医院，这是真的。那当时会就这 news 是9月的时候，我跟吴淡如有一个参会的时候，他帮我写在《苹果日报》，我原本不想 news 的，后来抓到了啦。不管怎么说，就是当时侯友宜他一个第6组，一个姓蔡的，他一直追踪，我原本不想告诉他，后来因为那时候很难过，最后抓到2个，就在那时候在对岸福建抓到2个姓杨的、姓陈的。好 ，anyway 这过去了20年了，我跟你讲那个诈骗非常可怕，而且非常严重，这本来判死刑就应该。那当然，这是我的故事，所以我稍微讲一下。我先讲一下哈，我先讲这个，因为我要讲一个故事。我以前在金酒当了10几年的董事，我们非常重视打假，太多假酒了。我们到大陆更多，台湾也很多。你知道9年期一堆假，大陆90%，我们说90%到95%都假酒。我们总经打到了，很高兴，又打假委员打到回来报告没有用，为什么呢？整个村庄都是吃假来赚钱的，结果去告到公安啊。也没有用，因为公安会 cover， 因为他也要靠这个来赚钱。一样的道理，刚刚讲，今天缅甸是打真的吗？不一定。我跟你讲，但是中国的无人机过去，当然是支援，因为缅甸也要靠这时候也不一定。不过现在来了，现在全球的国家比较先进国家，如果能用金融制裁，以前是对国家，现在对这个人，如果真的能达到完全封锁制裁，这还是有用。